我家的牛宝汤让全村人都趋之若鹜，他们跪在店外，只求这一口能忘却世间所有烦恼的销魂味道。但他们永远不会知道，这牛宝汤可不是给人吃的。哗啦一声，店门口的卷帘门打开，排了一夜的食客瞬间涌进店里。老板，我要5碗牛宝汤。我也要3碗，1碗顶1碗呀。我也要1碗回到20岁呀。食客们着急地朝我爸伸出手，生怕稍慢一刻就抢不到今日的牛宝汤。奶奶负责收钱记账，我和妈妈只能在后面干些又脏又累的活。即使食客众多，她也要亲手把单子点好递给我爸。我和妈妈是不可能和钱接触的。慢了一步的食客只能摇着头离开，埋怨自己来得太晚。爸爸和奶奶并不怕这些没吃到的客人不再来，因为我家的牛宝汤是村里村外味道最好，生意最火爆的。每日慕名来吃牛宝汤的食客都快把我家店的门槛踏破，只要吃过一次，就再也忘不了那销魂的味道。我爸望着这些饿狼般的客人，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。多吃点，吃得越香越好。你们不吃牛宝汤的原料从哪里来？其实我家店刚开业时，店里并不火爆，甚至因为生意冷清，我爸差点要把这个店转让出去。而转折就发生在1年前的一个晚上，因店里生意惨淡，家里这些年辛苦存的钱都砸了进去。这些日子店里更是日日亏损，家中已经快无米下锅。那日全家人正愁眉苦脸地守在店里，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，本以为会是客人，打开门却是个拄着拐杖、衣衫褴褛、面上脏兮兮的瘸腿男人，面带微笑望着我。大壮小子，我很是诧异，这人我从未见过，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奶奶以为他是哪里来乞讨的，就忙挥着手去赶。去别家乞讨去，我家可没有闲钱给你。瘸腿男人摇摇头，笑道：我可不是来要钱的，而是来给你们送钱的。我家店一直亏本的事，没少让村里人嘲笑我爸，说一个庄稼汉还妄想当老板。听闻瘸腿男人的话，我爸的怒火怎么也压抑不住，起身抬手就要将人赶走。瘸腿男人没有丝毫要闪躲的意思，而是悠悠问道：我有能让你家牛汤馆起死回生的秘方，你们不打算要吗？我爸手停在半空中，半信半疑。你个老乞丐能有什么办法？瘸腿男人笑了笑，从兜里拿出一颗黑色的药膏，不知是不是错觉，那药膏出现的瞬间，屋子里便总隐隐散发出一股腥味。瘸腿男人捏着药膏放在我手掌里，自信道：明日开店前，将这个药膏放进牛宝汤里一同煮，保准来你家的食客多得要踏破你家店里的门槛儿。我看看爸爸，他满脸的狐疑，赚钱的机会可不是人人都能把握的。瘸腿男人轻轻勾着唇角，一副老谋深算的模样。奶奶突然冲出来，一把抢过我手中的药丸，尖利的声音嚷道：你有这么好心，这种秘方能给我们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瘸腿男人浑浊的双眼紧紧看着我，看得我浑身不自在。我要的现在你们还给不了，如果你们想要我这个药膏的方子，明晚这个点儿就让这个娃娃去村头的破祠堂找我。瘸腿男人说完转身便离开了。第二天开店时，我爸毫不犹豫地将那块药膏扔进了牛宝汤里，药膏入汤立刻融化得无影无踪，瞬间刚才还平平无奇的牛宝汤顿时变得飘香四溢，勾人心魂。香，真的好香啊！我爸惊奇地大喊，奶奶也兴奋地咬了一颗丸子放进嘴里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我活了那么多年，还从来没吃过那么香的牛宝汤。这时经过我家店门口的武大娘闻到飘出的肉香味，好奇地走进店里。哟，牛大哥，你家今天新熬的牛宝汤怎么那么香？老远就闻到了，送妹子一碗尝尝鲜呗。武大娘在村里出了名的吝啬，平日里但凡是能贪小便宜的，她绝对不会从兜里掏钱买的。但她这人也有个优点，不仅嗓门大，还喜欢道是非，一点小事便宣扬得人尽皆知，让她来为我家的牛宝汤宣传，可是再好不过的。我爸热情地给她递上一碗牛宝汤，武大娘吃下后连连惊奇：天哪，这牛宝汤果真比你家从前熬得香多了，我能不能也打包一碗，再给我家阿毛尝一尝？有了武大娘的宣传，我家的牛宝汤还没到下午就快卖光了。我爸喜上眉梢，手指舔着口水，数着今日挣来的钱，顺带舀了碗剩下的牛宝汤递在我手里。喝吧，我今日心情好，卖剩的牛宝汤就便宜你了。平日家里穷，我们家很少能吃上荤腥的食物，就算有也是紧着爸爸和奶奶先吃，我的口水都快要流出来，张口就准备吞下，谁知我妈却拼命朝我挤眉弄眼。大壮，别吃！我不解为什么，我妈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奶奶先冲了出来，直接夺走了牛宝汤。滚！一个捡来的野种，怎么配吃这么好的？奶奶说完，顾不上烫嘴，全部倒入了口中，额角被烫得爆起青筋，抽搐的嘴角却反复念叨着：好香，太香了！牛宝汤的鲜味还弥漫在空气中，我有些失落，转头看向妈妈，她却面露惊恐，小声地呢喃着：吃不得，这牛宝汤吃不得。母亲的呢喃像一根冰冷的针，刺破了我因为生意好转而产生的短暂喜悦。那碗被奶奶夺走的牛宝汤，香气依旧在空气中诱惑的弥漫，可母亲眼中深切的恐惧让我不寒而栗。夜里，我躺在硬板床上辗转反侧，母亲警告的话语和父亲贪婪的眼神在脑中交织。就在这时，窗外传来一阵压抑的哭声和嘈杂的人声。我家坤坤，我的坤坤不见了！王婶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瘆人。坤坤，我的心猛地一沉。坤坤是我最好的玩伴之一，只是最近好像有阵子没见到他了。
一股寒意从脚底窜上脊梁。这不是第一个了，前些日子村西头的二狗也不见了，他家人哭喊着找了好些天也没音信。再往前，似乎还有男孩们一个接一个的消失，不声不响，像被黑夜悄无声息的吞没。第二天，整个村子都笼罩在一种低气压中。父亲和奶奶对王婶家的悲剧漠不关心。小娃子丢了就丢了，估计是人贩子作祟，大人们自己不看好，哭哭啼啼的，净出眉头。我心中发冷，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村头那座荒废祠堂的方向，一种可怕的联想在我心中成型。母亲更加沉默了，她总是用那种忧惧的眼神看着我。趁父亲和奶奶不注意，她用力抓住我的手腕。大壮、玉石，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都绝不能离身，记住妈的话。她的手冰凉，带着轻微的颤抖。我看着她眼底深不见底的绝望，想问的话堵在喉咙里。夜幕再次降临，距祠堂的时间一点点逼近，那份未知的恐惧因为消失的他们而变得无比具体和沉重。瘸腿男人给的药膏果真见效，吃过了的人都嚷着第二日还要来吃。我爸命令我今晚无论如何都要拿到瘸腿男人药膏的方子。一直没有出声的妈妈小声说道：他爹，这个老头不是村里人，我不放心大壮自己去，要不我同他一起去吧。我知道暴风雨又要来临，转身不看。果然奶奶听完后上前猛地扇了我妈2耳光，瞪着眼睛恶狠狠道：你没听那个男人说的吗？只要他一个人去，没用的东西，这么多年都生不出孩子，害得我们家只能养一个不知道哪来的野种，连个儿子的影子都没见到。我迟早让我儿子休了你。说完骂骂咧咧的回里屋了。我爸听到儿子的事也来气，上前狠狠地踹了我妈几脚。真是个没用又坏事的女人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眼看着我爸都开始朝我妈下了狠手，我不是不想来，而是我越参与爸爸下手越重，耳边又传来骂声：给我打，给我狠狠教训他没用的东西。我转身哭着说道：爸，你们别打妈妈了，我去，我一个人去给你拿配方，还不行吗？月亮被乌云遮盖，整个村子又黑又静，只剩下虫子时不时在夜里发出诡异的叫声。我头皮一阵发麻，因为最近村里好几个男孩莫名失踪，其中有一个还是我的好朋友坤坤。他们消失的不声不响，没有任何征兆。走在这幽深的夜路上，我的心不停地打着鼓。不知为何，我总隐隐觉得那些男孩不是被人贩子拐走那么简单。我颤抖着身体，手里紧紧揣着离开前我妈给我的玉石，一步一步朝村头那个破祠堂走去。玉石在我手中散发出阵阵暖意。我妈特地叮嘱过我，无论如何玉石都不要离身，这是姥姥过世前留给我妈的护身符。过了许久，我终于战战兢兢地走到了破祠堂大门前，里面散发着幽暗的烛光，烛光发出暗绿色的光，仿佛要将我吞没。为了妈妈，我一咬牙，转身往祠堂走去。推开吱呀作响的大门，里面空荡荡的，只有祭台上亮着2根蜡烛。可破败的屋子四处漏洞通风，一阵风刮过，烛光无力挣扎，散发着微弱的光，一种异香缓缓飘进我的鼻子里。好熟悉的香味，就好像我爸熬的那锅牛宝汤。我还想四处张望查看，突然一阵更猛烈的风袭来，牌位毫无征兆地落在地上，一个阴冷的呼吸紧贴上脖颈，我浑身僵硬，动弹不得。在窗户漏入的月光下，勉强可见一个黑色的身影，一点点将我覆盖。大壮小子，一个嘶哑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，我猛地转过身，是那个拄着拐杖、衣衫褴褛的瘸腿男人。他不知何时已经来到我的身后。瘸腿男人上下打量了我许久。你终于来了，你爸让你来拿药膏方子啊？我警惕地点点头。药方在祠堂里头，随我进去。他径直往黑漆漆的祠堂里走去，不一会身影便就消失了。我在原地踌躇，如果不拿方子回家，我妈就要被打。我狠心咬咬牙，鼓起胆子朝祠堂里走去。走得越深，那股肉香味便越来越浓，却始终不见瘸腿男人的身影。就在我犹豫着要不要退回去的时候，一股猛力突然在我身后推了一下，我整个人毫无防备地跌下去，好像掉入了一个地下室。突然变亮的环境刺激着我的眼睛，可待我看清眼前的场景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。这里放着一个装满黄色液体的大锅，地上躺着好几个男孩，其中也包括我的发小坤坤，他们全都是最近失踪的男孩。可恐怖的是，这些男孩竟全都是人头牛身，这场景着实令我头皮发麻。我害怕地张大着嘴，喉咙却哑着喊不出声。这时，身后的瘸腿男人扯着诡异的笑容说：娃娃们，欢迎你们的新伙伴。人头牛身的怪物们纷纷把脸转向我。坤坤见到我后尤为激动，他身体拼命挣扎着，可嘴巴早已被迫不死死捂着，一丝声音都发不出，只好睁着满含泪水的双眼望着我。我蜷缩在墙角，看着眼前这诡异的一幕，良久才回过神来，拼命控制自己发出颤抖的声音：你诓我过来，究竟想做什么？瘸腿男人深深地吸了口后，诡异地答道：想做什么？哈哈，像你这样还没长毛的童男，才是做牛宝汤的最佳原材料呀！他把角落中一个还没有变成人头牛身的男孩狠狠拽起来，男孩拼命求饶：不要，求求你，不要啊！瘸腿男人不顾男孩的求助，毫不留情地将他丢到烧得滚烫的大锅中。男孩拼命地挣扎，但是他的挣扎显得那么无力，最终掉落在锅内，撕心裂肺的痛苦声响彻整个地下室。很快，黄色的液体瞬间弥漫过男孩的头，又是一阵尖利的惨叫。男孩被打捞起来，他的下半身变成了浑身棕黄色的牛身，可面部还是人类模样。眼前场景实在太过可怖，我紧紧捏着玉石，感觉下一秒就要晕厥过去。看到了吗？很荣幸，你即将成为这里的第10头牛。说罢，瘸腿男人眼神变得很厉，
抓着我的身子就要往锅里甩去。我拼命挣扎，可奈何我与他的力量太过悬殊，完全无法挣脱开。滚烫的热气已经扑上了脸颊，不时有烧开的黄色液体喷溅在我身上。我绝望极了，拼命掰着那双钳住我的手，求他放过我，但终究没有移动分毫。眼见的我就要掉入锅内，手中的玉石突然散发就刺眼的金芒，我整个身子竟神奇地回落到地面上。瘸腿男人神色变得惊恐万分，拄着拐杖害怕地往后退。你怎么可能？你居然会有这东西！眼瞧瘸腿男人似乎害怕我手中的玉石，我赶忙伸手威胁他：“你赶紧把药膏方子给我。”瘸腿男人沉默许久，勾起嘴角笑了笑：“方子我现在给不了你，但我可以给你药膏。想要方子，你必须成为养牛人，每周来这里一次，帮我喂这里的9头牛。等他们都满150斤后，我自然会把方子给你。”时间紧急，我妈在家还等着我救她，而且我更想尽快离开这里，我只好假意答应她。瘸腿男人把药膏放在我手中，威胁道：“我劝你最好别欺骗我，不然我有的是方法，也将你变成这里的第10头牛。”我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揣着药膏回家了。到了家门口，老远看到妈妈仍然坐在地上小声的抽泣，见我来了，才敢缓缓站了起来。当爸爸和奶奶得知我没有拿到秘方时，就数落我无能，要不回方子。当我抬手拿出药膏，奶奶瞬间就变了一张脸。没有秘方，拿来药膏也行。边说边一把夺过药膏。奶奶根本没心情听我讲有关瘸腿男人的事，毕竟我的命从不是紧要的，他们只记住了要想拿到秘方，就必须按瘸腿男人说的每天到祠堂喂牛的事。奶奶拿着药膏如获至宝，恨不得现在就一口吞下那硕大的药膏，边骂我边抱着药膏回了里屋。我也已经习惯他这样了。爸爸见我没拿到秘方，也叹气道：“真是废物一个。”也悻悻地离开了。倒是妈妈拉着我详细地问起了事情的经过，她听后沉默许久，淡淡地开口：“就听他的吧。”我很不解，妈，可是那些男孩……我妈摇摇头，他们已经变成牛了，牛的命运是什么？我张口没有回答，但心里已经明白，牛的命运就是干活，然后被吃掉。野种，别躲在家里吃闲饭，快去给大师帮忙！奶奶那边传出了骂声，恨不得现在就赶着我出门。短短几天，瘸腿男人就由老乞丐变成了大师。即便再不情愿，我也只能按照约定，每周带着剩饭剩菜去破祠堂的地下室一趟，帮瘸腿男人喂养地下养着的那9头牛。我给他们每人准备饭菜，端到他们身前，刚拿下他们嘴里的破布，一个唾沫就吐在了我身上。牛大壮，你居然给那个恶魔当走狗！你现在不应该去村里找我们的父母，喊他们来救我们吗？我面无表情地抹掉脸上的唾沫，讷讷地不敢出声，继续手上的动作给他们盛饭。牛大壮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出去了，我定是让我爸妈找你嘎了你！你这个坏种，怪不得你亲爹亲妈不要你！不堪入耳的辱骂声此起彼伏，他们像是把这阵子受到的恐惧和怒气全撒我身上，好像我才是害他们进来的人。你们别骂他了，抓我们进来的不是他呀！多亏大壮好心给我们喂饭，不然我们就只能饿肚子。替我说话的是我从前的好朋友坤坤，我向坤坤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。这些人里也只有坤坤想着我的好，明明我也是身不由己的胁迫罢了。哼，你和我们都变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了，居然还有闲心帮他说话，到时候他把我们养肥了，瘸腿男人第一个就吃了你。说完，他们伸出牛腿，把我刚盛好的饭踢翻在地。我有必要提醒你们，咱们一周就这一顿饭。坤坤又劝了一句，低着脑袋快速咀嚼了起来。瞧他的模样，竟越发像一只牛。我实在有些不忍心看坤坤这副模样，赶忙背过身子，任由着泪水一滴滴从眼眶溢出。坤坤朝我背影喊道：“大壮，下次来的时候能不能给我带把剪刀？新长出来的毛遮住了眼睛，你能帮我修剪一下吗？”我含泪答应，心里忍不住想：妈妈，我可能要食言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放任坤坤和同村的伙伴变成这样，我要想办法救出他们。拯救坤坤和坤坤他们的念头像一团火在我心里燃烧，但我深知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对抗那个诡异的瘸腿男人，我需要了解更多。一个午后，趁着父亲和奶奶在前堂忙活，母亲在院子里浆洗衣服，我溜进了他们昏暗的卧房。在母亲那个陪嫁来的掉光了漆的木箱最底层，我摸到了一个用粗布包裹着的页面泛黄的旧日记本，我颤抖着翻开，里面是母亲年轻时的字迹。阿萧又把自己关在药房里1天了，他端出来的药汤颜色猩红，味道让人头晕。今天阿萧又成功了，村长给了好多赏钱，爹娘高兴，可我心里怕。他看那些试药小动物的眼神不像在看活物。我撞见了他在后院对着一个，那是什么？他发现了我，眼神好可怕，他让我发誓不说出去。日记在这里中断了几页，在后面的字迹显得凌乱而恐惧。他疯了，他真的疯了。他说普通的药材配不上他的天才，爹娘死了，死得不明不白，他们都说是疾病，可我知道是阿萧他试的药。最后一页没有文字，只用毛笔胡乱地画着一个扭曲的牛头图案，线条狰狞。我猛地合上日记，心脏狂跳，浑身冰凉。舅舅李潇，他根本不是突然变坏的。母亲一直以来承受的不仅是生活的艰辛，还有对亲生弟弟的恐惧，以及失去双亲的痛苦和秘密。我把日记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，心中的疑团部分解开了，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含义。我面对的是一个早已泯灭人性的怪物。我家的牛宝汤因为加入药膏的缘故变得异常美味，生意也越发火爆起来。可生意越好，
我妈的脸色越发沉重，她像是在担忧着什么。店里客人正对着一碗牛宝汤大快朵颐，她吃得越香，我妈的脸越白，下一秒更是捂着嘴快速跑了出去，在一棵树旁不停干呕，就好像刚刚见到了极其恶心的一幕。我妈抬起头定定地望着我，大壮，你一定不要吃那个牛宝汤。妈，为什么？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没告诉我？我妈叹了口气，欲言又止，眼神越发惊恐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那些根本不是给人吃的牛。夜晚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后来不论我如何追问，我妈都不愿再透露丝毫。我回想起那些天天来我家吃牛宝汤的食客，牛宝汤不是牛，那他们吃的是什么？吃了之后会变成什么模样？还没等我回过神来，一声牛叫声便在我家门外响起，我立刻爬起来。怎么会有牛叫声？我家也没养牛啊！我小心翼翼地往屋外看去，谁知眼前的一幕瞬间把我惊呆在原地。我家门外竟站着一大群牛，我数了数，至少有50头，而我家的牛宝汤店一天也恰好能供应50名客人。我妈不知何时已经站在我身旁，她眼神空洞地喃喃道：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都要来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奶奶和我爸看到门口就突如其来一大群牛时，脸上竟然毫无惊讶之色。他们去山上砍了几块木材，便开始给家里修牛群的围栏。看着挤满牛圈的几十头牛，奶奶满脸全是欢喜。太好了，连原料钱都省了。我大惊失色，奶奶，这些牛可吃不得，他们都是那些食客变的。奶奶听完我的话后，脸色一凝，狠狠地踹了我一脚。说什么混话呢？我妈赶忙上前死死捂住我的嘴。没事，妈，这孩子昨晚做噩梦，都是胡说的。我被我妈拉到一个无人的角落，她第一次对我凶狠道：大壮，不该说的别说，有些事是我们管不了的，妈妈只有你了，你乖乖听话就好。我着急万分。可是如果我们不阻止他们，只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变成牛，包括我爸和奶奶。我妈看向远处，喃喃道：那又如何？是他们自己愿意的，不是吗？我不可思议地望着我妈，我实在不敢相信她一个善良的人怎么会说出这种话。你不救他们，我救！我愤怒地反驳她。我一口气跑回店里，朝着那些痴迷进食的食客们大声道：大家快别吃了，这个牛宝汤不能吃，不能吃啊！我抬手把身旁一人碗里的丸子倒掉，他瞬间发怒，站起身抽了我一耳光。你干什么？你还我牛宝汤！其余的食客也纷纷抬起头，睁着猩红的眼睛，愤怒地望着我。我十分着急地大喊：你们听我说，这个牛宝汤不能吃，不能吃，我是为了大家好。可他们完全不理会我的话，团团将我围住，仿佛下一刻就要将我捏死在手中。关键之际，我妈立马把我拉走，她一身大汗，显然是一路追赶着我来的。妈，他们都不听我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妈紧紧捏着我的肩膀。我说过了，没用的，只要吃了这个牛宝汤的人会逐渐变得神志不清，他们已经不能分辨是非了。我失魂落魄回到家，奶奶和我爹正在河里抓着牛圈里的牛来宰杀。我爸手里捏着一把锋利的刀，3下5除2便把一头满是肥膘的牛开膛破肚，血淋淋的牛脸正对着我，诡异的瞳孔直愣愣地瞪着我。这牛的额头有一颗硕大的黑痣，我分明记得武大娘儿子阿福的脸上也同样有这样一颗黑痣。难道说这头牛就是阿昌？想到此，全身不寒而栗。可那头和阿福相仿的牛已没了气，下一头牛又被爸爸拖出来。奶奶满脸兴奋地递起刀，我僵硬地扭开脖子，不敢再看，生怕又看到村民熟悉的影子。这个想法一旦升起，我便久久不能忘怀。一个上午，我都控制不住自己干呕的欲望。不行，既然救不了那些已经吃下牛宝汤的人，那就救破祠堂地下室里的人。我再次来到那间地下室，这里粪便和食物的臭味越发浓厚了。我紧紧捂着口鼻往下走，终于见到那几头虚弱躺在地上的牛，他们前一周死活不肯吃我送来的饭，如今定是饿得不成样子了。饭，给我饭，快给我饭！有男孩见到我来了，立刻亮着眼睛朝我喊。我把饭一勺盛在他们碗后，便耐心跟他们说道：你们边吃边听我说，我这次来这就是为了救你们回家的。一会儿我会拆开这个拴着你们的铁链，一定要趁机跑回家。只要找到父母逼问，那个瘸腿男人定可以将你们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几个男孩听完我的话后不敢置信。真的吗？大壮，我们从前那样对你，谢谢你还愿意救我们。我轻轻摇摇头。大壮，你带剪刀了吗？帮我剪一剪我身上的毛发，我想漂漂亮亮见我爸妈。坤坤朝我问话。当然带了。我掏出一把锋利的尖刀，赶忙蹲下身子帮坤坤修理他的毛发。我专心致志地帮坤坤修剪毛发，却丝毫没有注意身后的那几头牛已然朝我走近。牛大壮，对不住了。一股不好的预感从心底窜出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头部便感到一阵剧疼，像是被什么坚硬的重物袭击了。我吃痛着松开手中的剪刀，坤坤连忙眼疾手快地叼着剪刀，狠狠刺进我的玉石中心，玉石被刺得粉碎。哈哈，干得好啊！瘸腿男人得意地拄着拐杖出来了。这一下你可没有能护着你的东西了。鲜血从我的头顶流下来，血腥味涌进鼻腔。我不可置信地望着坤坤。坤坤，你为什么？大壮，我真是没办法了。大师说了，只要我们把你的玉石毁掉，他就恢复我们人身，放了我们。我怒斥道。所以你就利用我，你知不知道我这次可是来救你们的？救我？坤坤嗤笑一声。你有能力救我们吗？还是多想想自己吧，你现在可自身难保了。我扭头质问一旁的瘸腿男人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瘸腿男人朝我走近，大手狠狠捏着我的下巴。
我第一眼见到你就知道你是制作牛仙丸药膏的好苗子了。可惜上次的那个玉石救了你一命，不然我现在早已经把你熬成上等药材了。现在你的玉石没了，终于能够为我所用了，哈哈。我挣扎的一步步向后退。你别过来，你想做什么？瘸腿男人缓缓抽出一把锋利的小刀，朝我露出诡异的笑容。你很快就会变成一头牛。尖刀已经离我越来越近，瘸腿男人似乎不想自己的猎物那么快死亡，所以他第一刀首先对准了我的手臂，尖刀入肉，鲜血喷涌而出，我痛得额头直流冷汗，死亡的压迫感不断朝我袭来，我害怕极了，此刻只深深的后悔，为什么当初不听我妈的话。瘸腿男人似乎是玩腻了，终于将尖刀对准我的心脏位置，扯着笑容：别怕，很快就好了。哐当一声，不知什么东西将瘸腿男人手里的刀击落在地。快救人！铿锵有力的声音响起，只见两个身着黄道袍的男子迅速将我抬送到安全位置。我妈也来了，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双手紧紧抱着我。大壮，这一切都是妈妈的错，都是妈的错。瘸腿男人见事情苗头不对，果断抓着坤坤溜了，而剩下的笨男孩也依旧没恢复原身模样。他们伸着脖子对着瘸腿男人背影怒骂道：你骗了我们，你说好帮你毁了玉石，就恢复我们原身的。两位师傅叹了口气，便猛地摇头：你们千不该万不该，毁了那个玉石，那才是击败他的关键啊！几个男孩瞬间慌了，哭着问师傅：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都是坤坤和那个瘸腿男人教唆我们这样做的，我们现在这副模样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道士扭头看向我妈：道友，现在应当只有你知道他跑去哪儿了，也只有你能劝他迷途知返。我妈擦干泪水，重重地点了头：跟我走吧，他肯定就在山顶上。一路上，我妈娓娓道来，给我说起了许多年前的事情。那个瘸腿男人名叫李潇，他是我妈的亲弟弟，也就是我名义上的舅舅。为何现在成为这副衰老的模样，还要从10年前说起。我妈家当初是开药店的，李潇曾经是村子里最有出息、学问最好的人。他很爱研究些稀奇古怪的药方，几年时间，经他手研制出来的方子，给姥姥家的药店带来了许多收益。村里村外都夸他是天才，是神童，村里人都把李潇捧上神坛。他越发痴迷研究，可拿来入药的药物却越来越古怪。刚开始，他只会去山上采些花花草草当药材，而后是鸡蛇牛，甚至有一天，我妈意外闯入他研究药物的屋子里，才发现他居然拿人做实验。我妈被吓坏了，劝了他几天几夜，让他迷途知返，不能做这些有违天道的事情。可李潇不以为然。你懂什么？研究出这些药物是我对世人的恩赐。我妈生性懦弱，再加上被他拿性命威胁着，半个字都不敢透出去。后来我妈嫁了出去，生下了我，与这个弟弟彻底断了联系。之后我妈在听到的事情是，听说李潇制作药方时着了魔，被药水烫伤也不知晓。最后虽研制出方子了，但30岁的年纪，他却老得像60岁。衰老后的李潇不再被村里人奉承，曾经的神童天才，如今人人避之不及，嫌弃万分。受不了打击的他一路辗转来到了我妈嫁过来的村子。他听说我妈生了个儿子，他正好要用我妈这个儿子来制作阳仙丸的药方子，所以他一早就将注意打在我身上了。他利用了我爸这样贪慕虚荣的小人心理来欺骗我出门。我妈哭着道：从前你姥姥就同我说过，他是天生的邪神，他的出生就是为了害家里的所有人，所以他害死了你姥姥姥爷，如今又要来害我们家。我听完我妈的讲述后，心中无比震撼，原来这个瘸腿男人竟是如此之坏，要对我们家赶尽杀绝。不知不觉，我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。我妈伸手指着面前的山洞，他应当就在这了。李潇不被村民接纳，时常躲在山洞里。我们齐齐往洞内走去，洞内十分昏暗，能见度极差，一时半会我们都没发现李潇的踪影。倒是有些怀疑地问：你确定李潇在这儿吗？我妈坚定地点点头，肯定在，他没有别处可去。眼前突然闪过一道黑影，你们看那是不是他？李潇果然窝在洞内的角落边，一只手正死死抵住坤坤的喉咙。坤坤见到有人来了，急忙朝我们大喊：救我！你们快救我啊！他要嘎了我！李潇从鼻子里哼出一声：哼，别过来，再走近点儿，我就嘎了他。我妈看他还如此执迷不悟，忙擦着眼泪道：阿潇，束手就擒吧，师傅不想杀了你，他们只是想带你回道观里抄话。李潇听到我妈的声音后，身子不停发抖。不，我不信你的话，你们就是想害死我，你们都是坏人，我警告你们，再走近我就嘎了他。坤坤流着泪拼命朝我伸手：大壮，之前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这样对你，你们救救我好不好？我听到坤坤的话，即便当初他如此背叛我，但一条人命在我眼前，我还是心软了。趁着大伙在与李潇谈判的功夫，我悄悄地往后退，千钧一发之间，我赶忙上前一口咬住李潇的手臂。坤坤，快逃！李潇吃痛，压着坤坤的手臂松了不少。坤坤眼见有可乘之机，拼了命想往外挣脱。温热的鲜血喷洒到我脸上，坤坤慢慢的不动了。李潇被彻底激怒，居然真的把坤坤嘎了。我慌不择路地跑到我妈身边，脸上竟是坤坤的鲜血。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去救坤坤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真的只是想救他。
师傅见李潇真的嘎人了，立刻上前与他厮打起来。但李潇毕竟不敌师傅的功力，很快就被道士牵制住。师傅怒骂道：“你居然敢如此死性不改！等我抓你到师傅面前，定让他狠狠惩罚你。”李潇被道士抬走了，不知为何，他临走前始终不敢看我妈一眼。我妈眼泪汪汪，把一块玉石递给道士师傅。毕竟他还是我亲弟弟，这块玉石是我妈生前留给我的陪嫁品，你将它贴身放在我弟弟身上，就当留个念想了。师傅理解的点点头，难为你还有记挂这个恶魔的心了。等他将来被我师傅感化了，你们或许还有缘能再相见。道士师傅带着被符箓捆缚的李潇离开了，母亲一直望着他们消失在山路尽头，脸上方才那渲然欲泣的悲戚已然褪去，只剩下一种近乎冷漠的平静。我们回到那个已然陌生的家，院子里一片狼藉，牛圈里却异常安静，里面只剩下2头牛，一头体型稍小，眼神浑浊，正烦躁地用蹄子刨着地，另一头则显得苍老些，瘫在角落，眼神里充满了绝望。妈，我知道他们就是我的奶奶和爸爸。母亲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拿起旁边的草料倒进食槽。那头小一点的牛立刻冲过来，凶狠地瞪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竟还残存着生前对我的嫌恶，然后埋头狼吞虎咽。而那头老牛却只是动了动，没有凑过来。他抬起头，浑浊的眼泪大颗大颗地从眼眶里滚落。他望着我，喉咙里发出细微的呜咽般的声音。就在那一刻，一种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，我仿佛能捕捉到他混乱思绪的碎片，无尽的悔恨，对那碗牛宝汤的渴望与恐惧，还有对我一丝微弱到几乎无法察觉的歉疚。他们还能感觉到吗？牛有3宝，养肥了就是要被吃掉的，这是天道，也是他们的报应。他的话冰冷如刀。我看着曾经不可一世的奶奶和父亲，如今沦为待宰的牲畜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个家从里到外都彻底完了。我妈将这些年店里赚的钱细数好，然后找来了个牛肉商贩，将家中这些牛通通卖了出去。她领着我就这么搬家了。多年后，我和母亲在一个远离故乡的城镇定居。我们用当初卖掉所有牛得来的钱，开了一家小小的杂货铺，日子平静如水。我很信佛，或许是寻求内心的安宁，时常去镇外的寺庙拜拜。香火缭绕中，我能暂时忘记那些关于牛宝汤、关于祠堂、关于坤坤最后眼神的记忆。一日，在寺庙廊下，我无意中听到2个女人的闲谈。听说了吗？好多年前，这庙里出过一桩怪事，一个瘸腿男人被2位道长押送回来，说是要交给住持感化，可人还没进山门，晴天白日的，那人竟突然浑身冒起青火，眨眼的功夫就烧成了一堆灰烬，真是邪门。可不是嘛，更怪的是，当时的住持得知此事后，只是长叹一声，什么也没说，当夜就云游去了，至今未归。有人说他是去找什么人，或是去寻什么物了。我站在原处，指尖微微发凉。李潇竟是这样结局的吗？那场诡异的火是反噬，是报应，还是别的什么？真相如何，已随着那场火和住持的离去，成了永久的谜。谁知道呢？也许有些秘密本就该埋藏在灰烬里。母亲上完香，从大殿中缓缓走出，神色是一贯的平静。我们正要离开，一个衣着光鲜的妇人急匆匆地迎了上来，脸上带着一种近乎谄媚的急切。秀苗妹子，可算等到你了，你哪儿时在出摊啊？就你家那牛宝汤，我这肚子里的馋虫都快闹翻天了，别人家的那是一口都咽不下去，就惦记着你家那一口呢。母亲脸上浮现出那种我熟悉的温和却又带着一丝疏离的笑容。王姐最近还缺几位关键的配料，凑不齐，火候就差得远，再等等，等配料齐了一定出摊。你可千万不能骗我，出摊了第一个通知我，而且你懂得，主要是要给我老公吃，他吃了我们俩都好，我们俩呀就盼着你这一碗汤呢。母亲上下仔细打量着妇人，目光在她略显丰腴的腰身上停留一瞬，嘴角的笑意深了几分，那弧度微妙难言。放心，不会太久的，我瞅着这批新原料也差不多要到时候了。妇人闻言心满意足地走了，嘴里还念叨着快了就好，快了就好。我站在母亲身后，看着她注视着妇人背影的眼神，那里面没有寻常商贩对顾客的热情，倒像是一个农夫在审视一片即将成熟的庄稼。晚风拂过，带来寺庙古柏的清香，却也吹不散我心头骤然升起的一股寒意。那些时刻，他们沉迷的究竟是怎样的滋味？母亲等待的又究竟是怎样的原料？故事的结局似乎从未真正结束，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，换了一批人，再次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序幕。而那销魂的、令人忘却一切的滋味，依旧在暗处流淌，等待着下一个沉沦者。